如果你今年已经满65岁，或者你家里有65岁以上的长辈，接下来这十几分钟，拜托你把手边的事情先放一放，好好听完。因为今天要讲的不是什么罕见疾病，也不是什么危险活动，而是每天晚上就在你家客厅、浴室、卧室里反复上演的5件事。很多长辈是清晨出状况的，天还没亮，家人听到浴室或房间传来一声闷响，冲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倒下了。送到急诊，医师抢救完，回头问家属，他昨天晚上睡前做了什么？问着问主，常常发现问题不是出在半夜，而是出在睡前那2个小时。更让人心惊的是，这些事听起来一点都不危险，不是喝酒，不是熬夜打牌，而是喝一杯热茶，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吃一点小点心，这种我们从小被教这样很养生的行为。没错，这些事情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做错了时间，养生就变伤身；做错了顺序，补身就变催命。心脏科医师最怕的就是这种好习惯放错时间的隐形杀手，因为它完全不会让你有警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某一个清晨突然摊牌。所以今天我帮你把心脏科医师在诊间反复提醒的内容整理成一份睡前黑名单，一共5件事，用倒数的方式从第5名一路数到第1名，愈往前面愈危险，也愈多人天天在做。先跟你预告一下，第3名是现在几乎每一个有智慧型手机的长辈晚上躺在床上都在做的事。第2名讲出来你可能会跳起来，因为它根本就是大家公认的养生招牌动作，而且今天晚上10点也很可能正准备要做。至于第1名，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会把前面4名的伤害全部串在一起，一次引爆。是什么？我留到后面才揭晓，因为你要先听懂身体在夜里发生什么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能排第1。好，我们不卖关子太久，先从最重要的基础讲起。你睡着以后，你的心脏和血压到底在忙什么？很多人以为睡觉就是全身关机，心脏也跟着休息，其实不是。睡眠对心血管来说，比较像一台飞机在降落。飞机要落地，不是引擎一关就直接掉下来，而是要慢慢下降高度，慢慢减速，整个过程是有步骤、有节奏的。正常情况下，人在进入深睡之后，血压会比白天下降大概1到2成，心跳也会跟着变慢。医学上把这个现象叫做夜间血压下降，有人形容它是血压的勺形曲线，像一只汤匙，白天高，夜里低，清晨再慢慢爬起来。这段血压变低，心跳变慢的时间，就是心脏一天之中唯一比较能喘口气的时段。你想想，心脏从你出生跳到现在65年、70年，一天都没有休假，它唯一的小歇时间就是你熟睡的那几个小时。那负责踩油门和踩刹车的是谁？是你的自律神经。白天交感神经当班，向油门让你血压高一点，心跳快一点，精神好一点。晚上换副交感神经接手，向刹车，让整台车慢慢滑进车库。睡前那2个小时，正是油门要交棒给刹车的关键交接期。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你在这个交接的节骨眼去做那些会踩油门的事，会让体温上升的事，会让肠胃加班的事，会让情绪起伏的事，等于飞机正在降落，你硬把机头拉起来重飞。偶尔一次，年轻的身体扛得住，但是65岁之后，血管弹性变差了，自律神经反应变钝了，很多人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心律不整这些底子。这样折腾的结果就是整晚血压降不下来，心脏该休息的时段一直在加班。医界研究还发现一件事，夜间血压降不下来的人，也就是那种整晚血压都维持高档的族群，发生心肌梗塞、脑中风的风险比夜间血压正常下降的人明显高出一截。而一天之中心血管事件最好发的时段就是清晨4点到早上10点前后，因为天快亮的时候血压本来就会自然往上冲，医师叫它清晨血压晨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血压整晚都没降下来，清晨又再往上跌一波，那就像水库整夜没泄洪，隔天一早又来一场大雨，堤防最脆弱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溃堤。
所以请你先记住一句话，睡前2小时是心脏的降落期，这段时间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决定心脏今晚能不能好好休息。接下来我们正式打开黑名单，第5名就是一件听起来最无辜、最养生的事，喝水。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睡前喝水稀释血液，预防中风。所以很多长辈睡前抱着一大杯水灌下去500-600毫升，觉得这样半夜血液才不会太粘稠。出发点是对的，做法却错了一大半。睡前一次灌太多水，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夜尿，膀胱半夜被撑满，你就得起床上厕所，一个晚上起来2次、3次，深睡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前面说过，深睡才是血压下降、心脏休息的黄金时段，睡眠一直被打断，等于心脏的休假一直被没收。医界也观察到，夜尿次数多的长辈，高血压、心血管问题的比例也比较高，两边常常互相拉扯，变成恶性循环。第二个后果更直接，半夜摸黑起床是长辈跌倒的高峰情境，刚睡醒，血压偏低，脑袋不清，脚步不稳，再加上急着去厕所，浴室地板又可能有水汽，急诊医师都知道，半夜跌倒摔的常常不是小伤，是髋关节骨折，是头部撞击。对65岁以上的人来说，一次髋部骨折，后面连住的可能就是长期卧床，那对心肺功能又是连环的打击。第三，如果你本身心脏功能比较弱，例如有心脏衰竭的底子，睡前大量水分下肚，会增加血液循环的容量，平躺之后，这些水分回流到心脏和肺部，心脏负担加重，有些人半夜会愈躺愈喘，甚至要坐起来才喘得过气。这种状况千万不能拖，一定要告诉医师。那水到底怎么喝？重点是白天分配，睡前收尾。白天平均地喝，起床先喝一杯温开水，出门买菜带个水壶，3餐之间各补充一些，把一天的量在白天喝足。晚餐之后就开始收，睡前1小时之内，如果口渴，喝1-2口，润润喉就好，大概50-100毫升，不要再整杯递灌。半夜醒来觉得口干怎么办？床头放一小杯水，小口喝就好。喝水讲完了，第4名要讲的是另一件被当成模范生的事。有一群长辈很认真，白天没空就把运动排在晚上，吃饱饭看完电视，9点多开始快走、爬楼梯、做甩手操，做到满身大汗才去洗澡睡觉。运动明明是好事，为什么会被心脏科点名？因为时间不对，运动的当下，交感神经全开，心跳加快，血压上升，体温升高，这在白天都是好事，身体会愈练愈勇。但是睡前2小时内做激烈运动，等于在飞机降落前猛踩油门。第一，交感神经被激起来之后，不是你停下来它就马上收工，它的兴奋会延续1-2个小时。你10点运动完，11点躺上床，心跳还在偏快，血压还在偏高，人躺着，引擎还在轰轰叫，入睡变难，睡了也不深。第二是体温，人要顺利入睡，核心体温必须往下掉，身体是靠降温，这个讯号告诉大脑可以睡了。激烈运动把核心体温拉高，等于把入睡的讯号往后推，你会躺很久睡不着，或者睡得很浅。第三，对已经有心血管风险的人来说，晚上激烈运动还有一个隐忧，运动中血压飙高，运动后血压又可能快速下降，这种大起大落对弹性变差的血管是额外的压力，特别是喜欢晚上去爬坡、快速上下楼梯的长辈更要留意，那是不是晚上都不能动？不是，重点有2个。第一，激烈的会喘会流汗的运动尽量排在白天或傍晚，最晚在睡前3小时结束。第二，睡前可以做的是缓和型的活动，慢慢的伸展，简单的拉筋，缓和的呼吸练习，这些反而会帮副交感神经顺利接班，是帮助降落，不是拉伸。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句口诀，白天练身体，晚上哄身体。好，第5名喝水，第4名激烈运动，都还算好赶。接下来的第3名难度就高了，因为它已经变成全民运动，而且愈晚愈算嘴。你大概猜到了，就是躺在床上滑手机追剧。现在的长辈手机用的不比年轻人少， LINE 的长辈图要回，
孙子的照片要看，政论节目要追，连续剧一集接一集，还有短影音，一滑就是1个小时起跳。很多人跟我说，我就是睡不着才滑手机啊，顺序其实是相反的，你是滑手机才睡不着。这件事伤心脏，走的是3条路。第一条路，光线，手机和平板的萤幕光，尤其是蓝光，会压制大脑分泌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身体的天然安眠讯号，天黑了它升高，你才会想睡。你睡前把手机凑在眼前，等于对着大脑大喊现在是白天，褪黑激素一被压下去，入睡时间往后延，深睡比例变少，心脏的休息时段又被砍掉一大块。第二条路，情绪，你看的内容比光线更刺激，政论节目一开，愈看愈气，血压跟着来宾的音量一起飙，连续剧演到婆媳吵架，主角病危，你的心跳也跟着上上下下。还有球赛，9局下半满垒，你人躺在床上，手心冒汗，心脏砰砰跳。这些情绪起伏，每一次都是交感神经的动员令。白天动员没关系，睡前动员就是让心脏带着油门睡觉。第3条路，时间，追剧最可怕的是那句再一集就好，一集接一集，12点变1点，1点变2点，睡眠时间被压缩，长期睡不够，医界很确定跟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全都有关联。睡眠不是浪费时间，睡眠是心血管的维修时段。你把维修时间让给了连续剧，血管就带着没修好的伤继续上路。我讲一个真实感很强的例子，一位68岁的陈大哥，退休之后迷上看历史剧，每天晚上10点躺上床，手机架在枕头边，看到半夜1点是常态，边看还边配一包豆干。他白天量血压都漂亮，自己觉得控制得不错。后来有一次半夜胸闷盗汗，家人送急诊，检查发现血管已经塞得很厉害，医师帮他做了24小时血压监测才抓到真相。他白天血压正常，夜间血压却几乎没有下降，整晚都挂在高档。医师跟他说，你的心脏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休息过了。陈大哥后来把手机改放在客厅充电，人进房间就不带手机，半年后回诊，夜间血压总算降了下来。改善的做法很简单，但要狠得下心。睡前1小时，手机离开卧室，想看剧移到客厅看，时间到就关。卧室只做2件事，睡觉和休息。如果你需要闹钟，用传统闹钟就好。好，前面3名讲完了，接下来要进入前2名，也就是真正的重头戏。第2名，我在开场就说过，它是大家公认的养生动作。很多人甚至觉得没做这件事根本睡不着。但是心脏科医师看到的另一面是，每年天气一冷，急诊室里因为他出事的长辈就多起来。他就是太晚洗太热的澡。对，你没听错，洗热水澡本身不是罪，错的是6个字：太晚、太热、太久。我们先讲身体里发生什么事。热水一冲，皮肤的血管整个扩张，血液大量跑到皮肤表面，这就是你觉得全身放松、暖乎乎的原因。但是血液跑去皮肤，回到心脏和大脑的血就相对变少，血压会往下掉。年轻人血管反应快，掉一点马上补回来。65岁之后，血管弹性差，神经反应慢，血压一掉，常常补不回来。这时候你在浴缸里站起来，或者洗完弯腰捡东西再起身，眼前一黑，人就倒了，倒在浴室，瓷砖又硬又滑，后果你可以想象。更危险的是温差。冬天你家浴室没有暖气，脱衣服的瞬间，皮肤遇冷，血管猛烈收缩，血压瞬间飙高，接着热水一冲，血管又急速扩张，血压又往下摔，一收一放，血压像坐云霄飞车。这种剧烈的波动，对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人来说，就是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导火线。日本人给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字，叫温差冲击。因为冬天在浴室出事的长辈多到吓人，政府还特别出面宣导。台湾虽然没那么冷，但是寒流来的那几天，急诊室最清楚，浴室就是危险现场。那为什么太晚洗也有事？这就回到入睡机制了。前面说过，人要入睡，核心体温要下降，
你睡前半小时洗一个很热的澡，把核心体温拉高，体温来不及降下来，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而且洗热水澡对心脏本来就是一种负荷，心跳会加快，等于睡前又让心脏多做了一次工。我再讲一个例子，一位71岁的林阿姨，一辈子的习惯就是睡前泡热水澡，水放得烫烫的，泡到全身通红才肯起来。她说这样筋骨才会松。去年冬天寒流，她晚上11点泡完澡，站起来的瞬间头一阵晕，扶着墙才没摔下去，整个人坐在浴室地板上10几分钟站不起来。还好女儿刚好回家，发现送医检查是姿势性低血压加上血压剧烈波动，医师说再晚一点被发现或者头真的撞到，就不是头晕这么简单了。那正确的洗法是什么？记住4个重点。第一，时间往前移，最理想是睡前90分钟到2小时洗完，让体温有时间慢慢降下来，降温的过程刚好带你入睡，这才是热水澡帮助睡眠的正确用法。第二，水温调低40度以下，摸起来温热舒服就好，不要追求烫到皮肤发红。第三，时间控制，淋浴10分钟上下，泡澡不要超过15分钟，泡澡水位不要超过心窝。第四，浴室保暖，冬天洗澡前先用暖风机或热水蒸汽让浴室暖起来，脱衣服的地方不要冰冷，出浴室前把身体擦干，穿暖再出来。另外一个小提醒，洗澡前跟家人讲一声，浴室门不要反锁，真的有状况，家人才进得去。好，第2名揭晓了，你可能会想，连洗澡都上榜，那第1名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说过，第1名的可怕在于它一件事就能把前面讲过的伤害全部串起来，血压、血糖、体温、睡眠品质、夜尿，全部一次中奖。第1名就是睡前吃宵夜。先说清楚，这里讲的宵夜是睡前2小时之内吃下去的正经食物，特别是咸的、油的、甜的，分量不小的那种，盐酥鸡、泡面、卤味，超商买的蛋糕、饼干配热奶茶，或者晚上跟老朋友聚餐吃到9点10点，回家倒头就睡，全部都算。为什么它是第1名？我们一条一条看它怎么伤。第一，它逼心脏加班，食物下肚，肠胃要开工，身体会把大量血液调去消化系统，心脏就得提高输出来支援。本来睡前是心脏准备下班的时间，你一顿宵夜下去，等于下班前临时塞给他一个大案子。研究发现，吃完大餐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心肌梗塞的风险会比平常升高，对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明显。第二，它让血压降不下来。宵夜通常重咸，盐酥鸡、泡面的钠含量都很惊人，钠吃多了，身体留住水分，血压上升，而且正好卡在夜间血压应该下降的时段，你等于亲手把夜间的血压抬高，整晚的勺形曲线被你吃成一条平线。第三，血糖，睡前吃甜的，吃淀粉，血糖快速冲高，胰岛素跟着大量分泌，半夜血糖又可能荡下来，这种血糖的大幅波动对血管内皮是实实在在的伤害，长期下来，血管就像每天被砂纸磨一遍。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小心，睡前乱吃，隔天空腹血糖直接走中。第四，胃食道逆流，吃饱就躺，胃酸往上跑，火烧心，半夜呛醒，咳嗽，睡眠被切得乱七八糟，而睡眠一差，隔天血压更高，又回到那个恶性循环。有些长辈半夜胸口灼热，分不清是胃还是心脏，吓得半夜挂急诊。第五，他会偷偷加重体重，晚上吃进去的热量消耗的机会少，囤积的机会大，体重上去，血压、血脂跟着上去，还可能加重睡眠呼吸中止，而睡眠呼吸中止又是夜间心脏缺氧的大户，这条线一路连下去，每一站都指向心脏。你看夜尿的问题它有，因为宵夜常常配汤配饮料，血压的问题它有，睡眠变浅它有，心脏加班它有，这就是为什么心脏科把它排在第1名，它不是单一罪名，它是集团犯案。那有人会问，我就是会饿到睡不着怎么办？2个做法。第一，把晚餐吃得均衡一点，蛋白质和纤维够，晚上比较不会饿。去自助餐夹菜的时候，
记得多夹一格豆腐或鱼。第二，真的饿，选小份、温和、好消化的东西，半杯到1杯温牛奶，1小根香蕉，几口无糖豆浆，量控制在小小一份，吃完至少隔30分钟到1小时再躺。重点是垫胃，不是加菜。像前面说的陈大哥，医师后来教他把那包豆干换成半杯温牛奶，他说一开始很痛苦，2-3个礼拜之后就习惯了，半夜火烧心的状况也跟着消失。好，黑名单5件事全部揭晓。第5名，睡前大量灌水；第4名，睡前激烈运动；第3名，躺床滑手机追剧；第2名，太晚洗太热的澡；第1名，睡前宵夜。但是知道地雷在哪里还不够，接下来这一段更重要，正确的睡前90分钟到底该怎么安排？我直接帮你排好。假设你的目标是11点睡觉，你就从9点开始倒推，9点到9点半洗澡，温热的水10到15分钟洗完，洗完擦干穿暖，这样到11点上床，体温刚好走完，先升后降的曲线，睡意自然来敲门。9点半到10点收心，电视关掉，或者至少换掉刺激的内容，家里灯光调暗一半，昏暗的环境会帮助褪黑激素分泌。这时候喝最后1小口水，把睡前该吃的药吃完，尤其是医师开的睡前药，不要躺下去才想起来。10点到10点半缓和活动，做5到10分钟的简单伸展，肩颈转一转，小腿拉一拉，或者坐着练呼吸，用鼻子慢慢吸4秒，再慢慢吐6秒，吐气拉长，副交感神经就上攻了。这一段也很适合拿纸笔写1-2行明天要做的事，把挂在脑子里的事情放到纸上，脑袋才肯关机。10点半进卧室，手机留在客厅充电，上一趟厕所，把膀胱清空，卧室温度调舒服，冬天被子先铺好，不要让自己钻进冰冷的被窝，冷刺激又是一次血管收缩。11点关灯躺平，躺了20分钟，睡不着也不要烦躁，继续做呼吸练习就好。真的完全没睡意，起来到暗暗的客厅静坐一下，有睡意再回床，千万不要躺在床上滑手机，那是前面讲过的第3名。这套流程前2个礼拜会觉得麻烦，1个月之后就变成自动导航。很多长辈照做之后回馈，最有感的不是睡得快，而是半夜醒来的次数变少了，早上起来那种昏沉感也淡了。不过人上了年纪，半夜还是难免要起来1-2次，可能上厕所，可能口渴，而半夜起床这件事本身就是另一个高风险时刻。这一段你一定要听仔细，因为很多憾事不是发生在睡梦中，是发生在床边那2步路。半夜醒来，最忌讳的就是一个字，急。眼睛一睁开就翻身跳下床，冲去厕所。刚睡醒的时候，血压是低的，反应是慢的，你猛地站起来，血液来不及送上脑，眼前一黑，跌倒就是这样来的。请你记住3个30秒，第一个30秒醒来先躺着不要动，让脑袋开机。第2个30秒慢慢坐起来，坐在床上数30秒。第3个30秒2脚垂到床沿，踩到地板，再做30秒，确定头不晕，才扶着床头慢慢站起来。整个过程多花90秒，换来的是不跌倒。这90秒可能就是人生的分水岭。再来是环境。第一，小夜灯，从床边到厕所的路线装感应式小夜灯，人走过去自动亮，暗暗的黄光就好，看得到路，又不会把睡意打光。千万不要摸黑硬走，也不要开超亮的大灯，大灯一开，褪黑激素被打断，回床就难睡了。第二，路径净空，床到厕所这条路上不要有电线、杂物、小板凳、会滑动的小地毯。第三，拖鞋，床边放一双防滑包脚背的拖鞋，位置固定，不要穿那种一踩就飞出去的塑胶拖鞋。第四，冬天在床边放一件外套，半夜起床先披上再走，避免温差让血管突然紧缩。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如果你半夜起床常常头晕，或者夜尿1个晚上超过2次，而且持续好一阵子，不要当作老了都这样，去跟医师讲。夜尿频繁有时候跟摄护腺有关，有时候跟血糖有关，有时候跟心脏功能有关，它是身体半夜递出来的纸条，
你要接住。最后，我们来讲床头该常备的3样东西。这3样东西平常不起眼，关键时刻每一样都可能帮你挡下大麻烦。第一样，1小杯温开水，半夜口干，小口润喉，不用下床去厨房倒水，减少一次摸黑走动的风险。记住，是小杯100-200毫升就够，不是保温瓶灌到饱。第二样，拿得到的电话和你的紧急药物放在一起。手机睡前留在客厅是原则，但如果你是独居或者房间里没有其他求救方式，手机可以放床头，条件是萤幕朝下，通知关掉，只当求救工具，不当娱乐工具。旁边放一张纸，写好家人的电话和119。另外，如果医师有开给你紧急使用的药物，例如心绞痛发作时用的舌下含片，一定要放在床头固定位置，全家人都知道放在哪里，怎么用，一切遵照你的医师指示，不要自己乱含。第3样，保暖外套或薄毯。刚刚讲过了，半夜起床先披再走，寒流来的凌晨，房间外面可能只有10几度，这一件外套就是你血管的防护罩。好，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帮你收成3个带得走的重点。第一，睡前2小时是心脏的降落期，激烈运动、刺激内容，大杯灌水通通往前挪到白天。第二，热水澡提前到睡前90分钟洗完，水温40度以下，冬天浴室先弄暖。第三，宵夜是黑名单第1名，戒掉它，真的饿就用半杯温牛奶收尾，然后床头备好温水、电话、药物、保暖外套这3样，打一个数字就好，我都会看。